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风俗，大家在出国旅游时一定要事先了解一下他们的风俗习惯。比如泰国是一个不允许抽烟的国家，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最好提前做好攻略。还有很多人来巴基斯坦旅游时，导游总会再三叮嘱，如果当地美女和你握手，并不是在欢迎你，也不要轻易和他们握手，不然的话你很可能会后悔。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握了手会怎么样呢？今天读者带你揭晓。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众所周知，巴基斯坦与中国就像兄弟一样，历史悠久的中巴友谊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人称巴基斯坦为巴铁，巴基斯坦人民待中国人也是极其热情。正因为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将巴基斯坦作为自己出国旅游的目的地之一。在这里，人们就像来到第二故乡一样，不仅能欣赏到美丽的山川河流，更能感受到浓浓的异国风土人情。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南濒阿拉伯海，东接印度，西北与阿富汗交界，海岸线长980公里。巴基斯坦以前属于英国管辖，直到1956年巴基斯坦才成立。巴基斯坦美女们的特征更接近于西方，高鼻梁、大眼睛，身材高挑，混血美女很多。由于男多女少，巴基斯坦实行一夫多妻制，一个男人可以娶4个老婆。当你去到巴基斯坦旅游时，知道你是中国人时，他们很高兴，会说我喜欢中国小伙。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但是表明了和中国的友好关系。虽然中巴两国人民关系非常亲密，但在相互接触时，依然免不了会出现文化习俗的差异。有时候这些差异会给旅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尴尬，在选择去巴基斯坦旅游之前，我们还是需要提前了解一下两国有哪些文化差异。比如在中国，握手是大多数人们初次见面时的一种很自然的为表友好的行为，它是一种交流礼仪，并且握手的对象不分性别。但是在巴基斯坦，握手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如果一个年轻女子主动与你握手，就表示她对你有好感，相当于在对你表白。有些去到巴基斯坦的中国男游客并不知道这层含义，还以为是初次见面表示友好和礼貌的动作，便很自然地握上去。结果女子就以为你接受她的表白，后果就会很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巴基斯坦的女性是非常传统的，保守观念极其强。在巴基斯坦，女性都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她们的身体只能允许被自己的丈夫看到，所以一般情况下根本不会与陌生男性发生肢体接触。如此观念保守的女子，如果主动和你握手，那就代表着她喜欢你，想要与你结婚。这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这种风俗，又直接握手成功，在当地人看来，这就是有了肌肤之亲，是必须要负责的，后果就会变成稀里糊涂有了未婚妻。这就是不少导游调侃的一人去3人回。巴基斯坦的姑娘就会跟你一起回中国见家长，商量婚嫁事宜。说到这里，想必很多未婚的大龄男青年就心动了，毕竟巴基斯坦美女多，彩礼少，还可以娶4个。既然如此，读者就告诉你，在巴基斯坦结一场婚需要花多少钱，还有如何迎娶巴基斯坦姑娘，以及以后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等等。在巴基斯坦结婚也是要彩礼的，不过彩礼的数额也分地区。在巴基斯坦的南方地区，彩礼要求比较低，一些地区确实只要200多元，还有一些地区则是80多元，有些贫困地区甚至连彩礼都不要。在巴基斯坦的北方，彩礼大概是20到100万卢比左右，这笔费用转换为人民币也就1到4万元。从这个数值来看，这笔钱确实任谁都可以拿得出，毕竟这笔钱只要你好好工作，几个月完全可以搞到。巴基斯坦的彩礼虽然低，但是他们父母也有一定要求，那就是你要照顾好自己的女儿，毕竟女儿都是爸妈心头肉。他们来到一个新家庭，自然希望男方能妥善照顾自己女儿。除了父母对女儿爱以外，还有就是巴基斯坦女人结婚后，多数是不工作的，你必须要养活她们一辈子。有人说我娶了你，自然照顾一生安康，这很正常。然而，一些有心人在这时候提出，如果我和巴基斯坦姑娘离婚怎么办？对此，巴基斯坦法律规定，在你的前妻再次出嫁前，你必须给予她一部分的抚养费，一直到出嫁为止。如果你妻子一直未出嫁，你就要一直支付该笔费用。说完彩礼的事情后，我们说说迎娶一个巴基斯坦姑娘需要花费多少钱。迎娶巴基斯坦姑娘，女方没有要求男方必须要有车房，毕竟这东西有就有，没有就算了。但在结婚上，巴基斯坦必须办3天的流水席。第1天婚礼是在男方举行，巴基斯坦国内小伙子决定结婚后
他们会邀请来不少亲戚，请这些人过来，肯定要花费一笔钱，大概1-2万。不过参与婚礼的人也会给予一定的份子钱，但由于大家的收入不高，他们会给予几十元钱。举办完第1天婚礼后，男方还要去家里一趟，吃饭搞宴席派对。这次钱不需要男方出，而是由女方来出，而且在这场婚姻上，男女双方会签订婚姻契约，从而确保双方对婚姻的忠诚。第3天后，男方把女方迎娶回自己家，然后女方邀请自己家人亲戚过去，继续吃饭搞宴席派对，依旧是当天的主题曲。这一天由女方已经来到了男方家里，所以这一天是婚礼中高潮期，很是热闹。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你要迎娶一个巴基斯坦姑娘，每准备个5-6万都难以成功。当然，我们所说的一切是以中上水平家庭为准，因而读者觉得在彩礼较少的男方，这笔费用可能打个好几折，有可能在1-2万就能搞定一场婚姻，也许还更少。说完南北差距和结婚所花费的费用后，迎娶巴基斯坦姑娘，中国女婿还要面临3个难题。因为只要你把这些问题处理了，你才可以抱得美人归。1. 巴基斯坦官方语言是乌尔都语和英语，你若想迎娶巴基斯坦姑娘，还是要学习好英语和乌尔都语。英语还好说，毕竟是世界通用语言，乌尔都语言则有些不一样，是小语种，懂得这种语言的人不多。有人说学习英语就可以了，但你想错了，一些有心之人肯定会利用你对乌尔都语不熟悉，给你挖坑让你跳，然后骗你的钱财，最终让你人财两失。2. 信仰问题，除了语言外，还有个重要事情必须提，那就是宗教信仰问题。在巴基斯坦，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占据总人口的95%，因而我们碰到的巴基斯坦姑娘基本上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既然是伊斯兰教，肯定要受到教规限制，比如不能吃猪肉、喝酒，而且要时不时的礼拜，同时你文明举动都要按照伊斯兰教要求来做。且不说这么繁琐的要求，读者就试问，有多少个中国汉子是不吃猪肉的？作为穆斯林，巴基斯坦人是不吃猪肉的，甚至大部分人一辈子连猪都没见过。他们打心底里讨厌猪，认为猪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动物。要是你当着你的巴基斯坦老婆吃猪肉，从教养的角度，他们不会多说什么，但这份感情应该是要走到尽头了。3. 文化习俗。那么，巴基斯坦有什么不一样的文化习俗呢？比如他们吃饭是手抓饭，这点还能接受。但是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上完厕所后会用水冲洗一下臀部，在巴基斯坦这是十分常见的操作。比起没有纸巾，他们更痛苦的是厕所断水，因为他们的厕所里是没有装纸巾的纸篓的。读者所说的以上几点，如果说你难以接受的话，还是不要考虑了。有人说，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忍受巴基斯坦的生活，干嘛要在这里生活？不如把自己妻子带到中国来生活。这主意确实可以，但你忘记一个事情，就是你的妻子是否能适应异国他乡生活。毕竟婚姻是平等、相互尊重，而不是因为自身利益让一方舒服，另一方难受。你们说是不是呢？你们想娶4个巴基斯坦的姑娘吗？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咱们下期再见。